2021年8月2日下，出差回到福州的我刚走进家门，就被一股腐臭味熏得连连干呕。我连忙打开所有窗户通风，接着捂住鼻子寻找臭味来源。徐健，我喊了几声，无人应答。看到家具上那层灰尘，不用想我也知道，徐健肯定又跑去打牌了。我这几天没在家，他必然就在外面赌几天。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。对这个男人，我已不再有半点期望。现在唯一可以依靠的，只能是我自己。我拖着疲惫的身子，开始四处寻找。一圈下来，一无所获的我来到主卧，本想先把行李放好，然后再接着找。然而，打开主卧室门的那一瞬间，浓浓的腐臭味扑鼻而来。同时映入我眼前的还有一男一女。男人是我老公徐健，和一个女的躺在床上，俩人不着片缕的身体已经发肿发黑，散发着恶臭，褐红的血液淌满床单和地板。触目惊心的画面看得我又惊又悲。我捂着嘴巴，呆愣在门口好久才回过神，泪水早已浸湿我手。徐健的背叛是我完全没想到的事。浑身无力地走到客厅，我颤抖着手，哽咽着报警。警察很快赶过来，他们的办事效率很高，一个负责询问我，其余人封锁现场，采取证据，调取楼道和小区的监控。家里人多了，可依旧驱散不了我内心那股恐惧。我蜷缩在沙发的身体微颤着，心乱如麻，回应着许队的询问。这几天你一直在天津出差？我抹掉眼角的泪水。你与死者徐健平时的情感关系怎样？我默默摇头，心生几分凄凉。不算好。自从他半年前失业后，我们夫妻俩的关系一天不如一天。出差前一天，我和他还因为这事发生争吵。起因是什么？许队问。我苦笑一声，他有些好强。其实我能理解他的心情，毕竟谁又愿意被一个女人比下去？可我能怎么办？车贷、房贷，加上他又失业待嫁。如果我真按照他的要求辞职，今后拿什么过生活啊？见我情绪有些激动，许队并没继续往下问。当我抬头，只见许队站在电视机前，正盯着电视机上方那张我和徐健的婚纱照。许队时不时回头看向我，感受到他目光中的审视，我多少有些不自在。你眼角下方那颗痣点掉了吗？看他手所指在照片的位置，我不自觉摸了摸右脸眼角下方的部位。徐健嫌难看，让我上美容院激光去除掉的。许队点点头，没有接着问。这时，房间里的警员和法医们抬着2具尸体走出来，我红着眼眶，呆呆地看着他们抬走徐健和那个女人的尸体。可以告诉我他是什么时候死的吗？法医初步断定，死亡时间应该在5天左右，具体时间需要尸检后才可以确定。7月份有31号，5天，也就是我出差的那天，28号。没想到我那天出差竟然成了他的死期。如果我没出差，他是不是就不会死？许队没有回应我，而是安慰我几句后，建议我先到酒店暂住，毕竟这里是案发现场，他们担心我无意破坏证物。我能理解，收拾好心情，跟他们一起离开这个伤心的。许队他们的办案效率很快，就在我和随行女警员刚抵达酒店，接完一个电话后，他告诉我，根据小区的监控，他们已经锁定目标。嫌疑人田丽是女死者赵月的老公，在这大数据时代，一旦被锁定，根本插翅难逃。当天傍晚，女警员告诉我，田丽在厦门落网。等我见到田丽，已是晚上10点半。我破例被允许在审讯室外旁观。许队隔着单向玻璃，指着田丽问我：“这人你认识吧？”通常询问应该是用码字作为结尾，因为这个字代表不确定性，没把握。可如果用八字，说明问话的人必然已经掌握某些信息，所以我没否认他是徐健的牌友，好像是在赌场放利息钱的，有来过我家几次。许队皱眉，都是跟徐健讨赌债吗？我点头。半年前他失业后染上毒瘾，开始还好，但随着徐健输完手里的积蓄后，他开始找各种理由向我伸手要钱。起先我并不知道，随着次数越来越多，我渐渐起疑。但是面对我的质问，他始终矢口否认。直至有一次输得太多了，田丽上门催债，恰好那次我正好在家，这才知道徐健赌博的事。那次是你替他还掉赌债的吗？我嗯了一声。当时我确实很生气，可毕竟是自己的老公，我实在狠不下心不管他。5万块钱的赌债，差一点将我积蓄掏空。那段时间很艰难，加上又临近还车贷和房贷的期限，不得已之下，我只能找朋友借了1万块钱周转。巨大的经济压力让我不得不将所有精力放在工作上，没有多余的时间陪徐健。
或许正是因为这样，徐健才会跟赵月好上的吧。恰好田丽这时也陈述到这里，听到我俩所说的基本一致，许队也就没有继续问我。然而就在审讯人员问及他作案经过的时候，田丽变得很激动，大喊着他没有杀人。音响中传来嘶吼声，让我和许队陷入沉默。田丽跟审讯人员说，7点28号那天中午11点半，他收到一封信，信里写着他老婆赵月正在徐健家里私会。他本来以为是恶作剧，但是那份信里面还夹着一张赵月和徐健的亲密照。当时田丽一气之下坐车赶到平西小区，结果到地方后却发现只有徐健的老婆一人。听到这，我一脸惊愕地看向许队，你信他这话吗？许队没有回应，示意我继续听下去。田丽说，当时他还跟我说了关于徐健和赵月的事，然后我还泡茶切水果招待他，结果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迷迷糊糊睡着了。等他再次醒来，却发现徐健和赵月惨死在他眼前，同时他手里也握着一把染血的水果刀。看着审讯室里揪着头发、面容狰狞、不停狡辩的田丽，我看向一旁眉头紧锁的许队，他这样算不算污蔑？许队说，犯人的口供只是片面，我们办案一切以证据为主。这句话让我气消大半，看了眼依旧还在跟审讯人员狡辩的田丽，我懒得继续看下去，跟许队提前先走的要求。许队并没有拒绝，将我送到派出所门口。就在我即将上车的时候，他突然问，江女士，方便告诉我你眼角那颗泪痣是在哪家美容院取出的吗？我愣了几秒，有些不解地看向他，您问这个做什么？我老婆也长了这样一颗痣，看你去除后没有留下疤痕，所以我想带她也去试试。听到许队这话，我点点头，将美容院的名字告诉他。回酒店的路上，我脑海里全是许队的表情，那犀利如鹰的眼神让我隐隐不安。田丽事件很快定案，任由他百般狡辩，也敌不过科技的力量。在某些仪器的配合下，加上现场处处都是他留下的痕迹，田丽袒露了真相：徐健和赵月确实是他杀的。当时他到地方后，看到大门并没有锁，进屋就看到徐健和赵月躺在床上，气得他冲进厨房，抄起一把水果刀，将熟睡的俩人弄死。他交代了整个作案经过，但是有一点他紧咬不放，一直坚称案发当天见过我，甚至当时我还亲口承认那封信就是我给他的。这些全是陪护的女警员告诉我的。对于这事，我给出的解释直接粉碎田丽的指证，因为案发当天我已经下飞机，正在天津机场，案子结了。奇怪的是，许队由始至终都没再出现，直到田丽被最高法院判处死缓的这天，消失半个多月的许队突然找上我，你现在应该很开心吧？毕竟一切都成你心意了。我愣了几秒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许队没有回应我，走到电视机前，盯着挂在墙壁上的那张婚纱照。我是该称呼你江兰还是江玲？他猛然转身，目光锐利地盯着我。你是江玲吧？抱歉，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。我摇头。许队笑了。听不懂没关系，我可以帮你回忆一下。1996年10月9日号这天，有对夫妻产生一对双胞胎女儿。15年后，这对夫妻离异。双胞胎姐姐跟随爸爸江欢，妹妹随妈妈李红远赴新疆。亲生父母各自组成新的家庭后，姐妹俩有了各自的生活。姐姐江兰常被后妈虐待，久而久之变得懦弱胆小，上学被人欺负，回家被弟弟欺负。结婚后更是经常遭受老公的家暴。对于这一切生活的不公遭遇，江兰只能默默忍受，偶尔才会向妹妹倾诉。与姐姐不同的是，妹妹江玲虽然跟随妈妈重组家庭，但因为继父无法生育的原因，江玲被视为掌上明珠。相对于姐姐的懦弱，妹妹更有主见。听到姐姐的遭遇后，远赴福州。听到这，我抚掌而笑，打断许队：故事很精彩，你应该转行当编辑，不然是真的屈才了。看着沉默不语的许队，我继续说：我不知道您从哪听来的这些，但我就是江兰，没有妹妹，更无姐姐。别说的这般斩钉截铁，许队笑得很意味。知道我消失的这半个月都在做什么？不等我回应，许队直接打开随身公文包，只见他拿出几份文件放在我面前茶几桌。这些是你们姐妹俩出生证明、原生家庭的户籍以及新组家庭户口、身份证的复印件。为了调查这件事，我甚至到新疆找到你现在的继父。如果没有实际证据，我又怎会上门找你？看到这些东西，我眼角轻颤。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的？
承认了吗？见我不语，许队笑道：“你报案的那天，我看到这张婚纱照后，当时只是起疑，并没往其他方向想，直至田丽落网，提及案发当天见过你，所以在你离开的时候，我才会问你那颗泪痣是在哪间美容院去除的，然后您就去美容院查询，接着又调查我们姐妹俩的背景。”看他点头，我笑了笑：“费不少劲吧？”“确实。”许队笑道，“不过这一切都值得。”我挑了挑眉：“为什么这样说？”许队笑道：“因为根据这些，我推理出一些你们的作案过程。”“是吗？”我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姿态。许队开始分析：“6:30号那天，你抵达福州后，江兰并没有前往车站接你，对吧？”我点头。原本那天姐姐说好要到车站接我的，然而我在车站等了半个小时，也没有见到姐姐，甚至连她手机也打不通。没办法，我只好自己坐车，根据地址来到平西小区。那天正好是田丽上门跟徐建讨债的日子。许队打断我，接着说：“你上门后亲眼目睹徐建为还赌债，将妻子提供给田丽玩弄的画面，对吧？”我瞳孔微缩。田丽说的。许队点头。同时，我亲自去过医院，调查过当天的记录。许队这些话将那些埋藏在我内心深处的画面再起唤醒。6:30这天，姐姐的失约让我萌生不好的预感。走出车站的我，马不停蹄坐上出租车前往平西小区。我们姐妹俩虽然分开多年，但一向无话不谈，包括姐姐放钥匙的地方。赶到姐姐家，我找到她放在鞋柜里的那把钥匙。然而打开房门之后，看到的画面却让我如遭重击。姐姐双手双脚被人绑着，正在遭受两人的欺辱。可笑的是，这两个男人当中，有一个正是她的老公徐建，另一人是田丽吗？我点点头。把这两个可恶的人渣赶走后，我安慰了姐姐好久，她才渐渐平复。随后我将她送到医院。住院的那几天，姐姐渐渐从阴影中走出。当从她口中得知整件事的始末之后，我真想立即杀了那两个人渣。我无法想象这世上竟然还有这种败类，为了还债竟然用自己的妻子抵债。他根本就没有将我姐当成人，所以才会对她任意打骂。更可恨的是，我姐怀孕期间，徐建这个畜生并没有温柔以待，和以前一样，稍有不顺气就对我姐拳打脚踢，最终导致她流产。为什么不选择报警？我淡淡的看向他。这种事如果传开，我姐还有脸活下去吗？况且我们没有证据，徐建和田丽显然策划许久，整个施暴过程，田丽一直戴着手套，根本没有留下半点证据。从法律层面，我根本没能力让他们受到惩罚，加上我还要将姐姐考虑在内，更不可能报警处理。所以为了替江兰报仇，你开始策划杀死两人的局。我笑而不语。许队盯着我看了几秒，继续说：“你不承认没关系，我代替你说吧。几天后，江兰出院，从那一刻起，你们姐妹俩的身份已经互换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走访江兰上班的公司期间，她的同事会说江兰就像换了个人似的。他们说的没错，那时候的江兰已经变成江玲，至于江兰本人已经在新疆。所以在访问你继父的时候，他才会说你出去一趟回来后变得更加懂事了。一模一样的相貌和身高，让你们瞒过所有人。如果这不是个大数据时代，换作是在80年代，你们姐妹俩的计划堪称天衣无缝。”我打断许队的推测：“就算你说的这些全是真的，又能说明什么？最多也就是我和姐姐互换身份，体验一下彼此的生活而已。这并不违法吧？”“确实不犯法。”许队点头。“不过你接下来所做的事已经触犯法律，我有些委屈。您可别冤枉好人。从和我姐互换身份后，我一直循规蹈矩，可没有半点逾越之举。”许队眼里多了些意味深长。“包括你一直给徐建服用治疗胃溃疡一类的药物吗？”说着，他拿出一沓凭据。看到这些某药店的消费单，我脸色微变。这类药物长期服用会导致男人有勃起障碍，徐建并没有这类疾病。不过我一直在他食用的餐饮中大量添加这类药物。至于徐建为什么没有察觉，想要掩盖这点其实并不难。辛辣苦可以掩盖一切药味。不过碍于徐建是南方人的原因，所以我一直煲苦瓜汤给他喝。为了不让徐建碰你，你是真煞费苦心。面对这些凭据，我坦然承认，这个行为顶多也就只能判个故意伤人罪吧。看来你早已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了。”许队说道。我点点头，值得。
还有一个疑点，你是如何说服赵月的？赵月，那也是个可怜的女人，嫁给田丽后不久就怀孕了。女儿出生后，赵月辞职在家充当保姆的角色。然而这些并没赢得田丽的尊重，相反还会经常辱骂她，光吃不干，是个累赘。更可恨的是，在过去1年里，赵月怀孕4次，但每一次只要查出是女儿，就被田丽拽到医院人流。我找上她的时候，正是她第4次人流结束。她虚弱地躺在床上，身旁的2岁女儿因为饥饿哭不停。然而她连最基本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。如果不是我恰好上门，如果不是正好碰上房东前去收租，他们母女恐怕真会死在出租屋。所以你就诱导她，称有办法帮她摆脱田丽，让赵月配合你的计划。面对许队这个犀利的问题，我摇摇头，我没你想象的那般铁石心肠，我只是于心不忍，把她送到医院，并且照顾了她几天而已。许队笑了，你确实没有明说，可你却给了她一本书籍。看到许队从随身公文包拿出一本圣杯与剑的书籍，我脸色微变。这类女权主义的书籍有一个共同特点，许队目光犀利地盯着我，全是教女人如何维权保护自己。书是好书，但送书的人却心怀鬼胎。他放下手里的书，又拿出一张单据，这是你支付给某出版社的记录，要看它吗？我没有去接那张单据，而是反问他，你从哪找到的这本书？7点3号这天，我找到一家小出版社，以不小的代价加急印了本被我篡改后的圣杯与剑。原著内容的第1和第2目录被我替换成2篇，反抗和报复。这2个章节烙印有我部分计划内容。然后在7点10号这天，赵月出院的时候，将这本书送给了他。7点15号这天，我再一次找上赵月，感受到反抗的种子已经在他身上发芽。我偷偷拿走这本书，并且当天被我销毁掉。所以当看到许队拿出这本书，我倍感惊讶。他为什么会突然注意到这本书？我从赵月家那个小区的监控中发现，自从7点10号后，每次他带女儿到小区花园散步，就会拿出这本书翻阅。奇怪的是，7点15号这天后，他就没有再看。当时我就想，这本书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魔力，竟然能让人看完它之后，仿若变成另外一个人。然后我特意去买了一本，没有看出特别之处后，我又跑去田丽家。然而搜遍田丽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找到这本书。我打断他，然后你就怀疑上我，并且从我消费记录中查到这家出版社。对，我又跑去医院调查监控。许队点头，发现当天你送给赵月这本书后，又跑去跟某平台协商，调取了你的消费记录，从而锁定这家出版社。让我感到困惑的是，像你这种心思缜密的人，不应该会忽视删除原稿这点的。可你偏偏将原稿留下了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这一次我没有避开许队的目光，笑着与他对视，因为我并不觉得他有多重要。不对，许队摇头，如果你真的不在乎，那么就不会特意拿走送给赵月的那一本。你既然选择销毁这个线索，说明你心里很重视。像你这般谨慎的人，绝不可能忽略的。除非做这事的人不是你。我刚想开口打断他，就听许队猛地一拍桌子。是江兰。面对他灼灼目光，我心头一颤。7点3号这天是江兰出院的日子，但是那天你已经找上赵月，根本没时间去出版社，所以你只能将这事交给江兰负责。然后在7点5号这天，你把江兰送上前往新疆的飞机。从那一刻起，你彻底变成了她。不仅仅是身份的转变，网络社交和支付平台，你们姐妹俩全部互换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支付给出版社的费用单据上会是江兰的账户。当时你肯定以为江兰已经销毁原稿，所以交钱的时候你才没有询问出版社，从而忽略这一点。他就像入魔一样，在客厅走来走去，边走边说出来的每一句话，就像敲在我心头的锤子。我听得心颤连连。顺着这点继续往后推，你姐姐性格懦弱，如果让她主导后续计划，那么这件事必然不可能顺利进行。所以7点28号出差的人不是你，而是江兰。因为从8点2号的机场监控中，我发现这个江兰眼角有泪痣，但是回到家的却是你。如果我没猜错，当时你们俩在某个地方将身份互换回来了吧？我听得头皮发麻，甚至不敢直视许队的目光。沉默片刻，我叹了声，你实在很可怕，我姐那种性格确实不适合参与进这件事。
所以在7点3号那天，我找上赵月后，交代我姐帮我将原稿送到出版社后，就将她送上前往新疆的飞机。在她离开后，我开始着手安排一切，甚至为了避免挨徐建打，我每天都会主动给她钱，让她尽情的赌博，并且每天会在家里做好晚饭等她回来。当时我已经开始给她喂食药物，所以我并不担心她会在那段时间对我产生求欢的念头。7点18号，我看到赵月和徐建一起出入商场。从那时起，我断掉徐建的药物，并且为他提供充足的约会资金。有了钱，身边又有女人，他自然无时间烦我。一切都在按照我设定的方向发展，唯独一件事超出我预料之外。你们公司的事，对吧？我点点头。接到需要前往天津出差的通知，我本想拒绝的，但想到这是我姐的工作，我只好让她回来。你没说错，7点28出差的人确实是他。许对皱眉，他出差的这段时间你又在哪？为什么小区的监控并没有你的身影？我指了指天花板，上面的那套房是我租的，里面储备了我1个星期的所需物资，我只需要等我姐出差回来的那天，在楼道再次跟她互换身份就行了。听完我这话，许对立马拿出手机，编辑一条短信发送出去。我知道许对这是在通知他那些同事。发完短信，许对又问：3条人命，你内心就毫无半点愧疚吗？我惊愕地看着他，您可乱说，他们的死可不是我造成的，我只是告知一个不知情的男人，他的老婆出轨了，这有错吗？许对一拍桌子，但这是你诱导赵月的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我指了指他放在桌面的那本《圣杯与剑》，里面那些我篡改的内容，有涉及这件事吗？许对盯着我直瞅，片刻后，他叹了声：你因为一己之私，害得一个2岁的孩子从此失去母爱，难道你就没半点愧疚吗？我回了句：放心，我会领养他的，而且这也是赵月最后的心愿。听到我这句话，许对皱起眉头：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赵月有绝症，这点您没调查到吗？我声音淡了几分，看着许对皱起眉头，我继续说：在他住院期间就已检查出宫颈癌，我答应了他，替他照顾女儿。许对沉默几秒，所以他才会用为数不多的生命帮你完成最后一步棋吗？我没有回答许对这个问题。见我沉默不语，许对又问：田丽的口供中有提到过，他赶到徐建家的时候，门并没有关，这门是你开的吗？我摇头，不是。见他一脸不信，我继续说：关于这一点，我没必要骗你。事实上，当天我确实在楼道遇到他，田丽收到的那封信也的确是我通过某个跑腿平台送给他的。我没有继续往下说，许对也没有再往下问，因为事件到这里基本已经真相大白，他心中一切疑惑也悉数解开。盯着我看了几秒，许对站起来：现在我以故意伤人罪逮捕你，跟我走一趟吧。我笑着起身，双手伸到他面前。然而许对并没有给我戴上手铐，甚至脸上也没有半点抓不到犯人的喜悦感。立案、审判、定罪，一切程序走完，我被判半年有期徒刑。对此我毫无怨言，因为我要的已经达到，付出这点后果对我来说很值得。服刑期间我表现得很积极，半年眨眼即过，我提前1个星期被释放。出狱这天，看着前来接我出狱、相貌与身高和我一模一样的女人，我笑着走过去：小妹，好久不见。姐，你瘦了。如果许对知道，从一开始他就错了，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感想。很多事情他推理的完全正确，唯独有一点，他把我当成僵灵，单凭一颗泪痣，没有采取任何验证，就将我定论成僵灵，有些儿戏了。不过这也恰恰给予我可利用的空间，我并不像许对说的那般懦弱。2021年1月6日号，徐建失业，从那之后家里的一切开销全部落在我肩上。对于这一点，我不仅没有半点怨言，甚至更加努力工作，就想着多赚些钱，不让他有压力。我的努力并没有白费，几次大单谈下来，我从组长晋升成为部门经理，职位的晋升代表着工资也跟着增长。然而就当我将这份喜悦分享给徐建的时候，不仅没有换来他的恭贺，反而他认为我这是在跟他炫耀。那是我们结婚1年来头一次吵架，家里的东西被他摔得稀巴烂，我挨他一巴掌后冷眼看着他离开。那个晚上我彻夜难眠，躺在床上以泪洗脸。可是第二天面对他可怜兮兮的道歉，我心软原谅了，但是我的退让并没有换来同等的尊重。从那次之后，徐建就像变了个人，
早出晚归的打牌，有时候术前还把气撒我头上，说是我眼角的泪痣影响到他气运，只要我敢还嘴，立马会换来他一顿毒打。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任何事情只要有了开头，如果没有结束，那么就会不断上演。我产生跟他离婚的念头，但也就在6:25那天，我发现自己怀孕。思虑几天，我绝了离婚的想法，打算再给徐健一次机会。2021年6月29日晚，我决定告诉徐健怀孕的事，甚至幻想着他得知自己即将当爸爸后会浪子回头，重新振作起来。为此，我还特意去除眼角那颗他不喜欢的泪痣。那晚，他凌晨1点才回家，在沙发等到睡着的我被他吵醒后，见他一身酒气，我就没忍住抱怨了几句：“你就不能找点正事做吗？成天跟你那些狐朋狗友喝酒。”我这句话就像点燃了火药桶，直接被他一巴掌打倒在地，紧接着就是他的一顿拳打脚踢。任由我开口求饶，喊自己怀孕了，都没能让这头野兽清醒。我流产了。当我在医院醒来，从医生口中得知这事后，我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。是妹妹江玲的出现，将我从绝望中唤醒。住院那段期间，徐健并没有出现，我彻底对他死心了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7点1号这天，妹妹江玲回家帮我带换洗衣服，碰巧遇见徐健以及前往家里跟他讨债的田丽。徐健误以为是我，向江玲伸手要钱。早已对徐健这个姐夫痛恨至极的江玲，又怎可能给他钱？谁也没想到的是，要不到钱的徐健气急败坏地骂江玲，加上田丽在一旁蛊惑，竟让他动了用老婆抵债的邪念。我妹妹江玲就在那一天被这2个人渣欺辱了。如果不是我发现她身上的淤青，江玲甚至并不打算告诉我。了解整件事后，我立即就要报警。然而听江玲说，他们在最后还拍了视频，当时我就知道徐健肯定已经清楚江玲不是我，也是。从相恋到结婚，我们在一起4年，对彼此的身体早已熟烂于心。如果起初认错人，那么上手的那一刻，他必然分辨得出。可他没有悬崖勒马，反而明知故犯，这更可恨。我放弃报警的想法，因为这是一旦闹大，引发媒体和社会的关注，必然会对未婚的江玲造成巨大影响，甚至断送她的未来。那是我姐妹俩最痛苦的日子，我们相互安慰，靠着亲情的温暖走出黑暗。7点2号晚，我苦思一个晚上，终于想到一个能让那2个人渣付出代价的计划。那一晚，我和江玲讨论到天亮，终于敲定所有环节。7点3号，出院后，我并没有立即回家。乔装打扮后，我和江玲找了家酒店住下。酒店房间放着的那本《圣杯与剑》给予我们另一个启发，同时也让我想到田丽的老婆赵月。我和江玲花费1个早上，合力将关于找人勾引徐健的计划编写成一个故事。随后，他带着原稿和《圣杯与剑》联系上一家出版社。当时我特意嘱咐他留下原稿，目的就是为了，如果计划失败，我可以揽下全部责任，把江玲完全摘出。而我则去找赵月。和赵月的认识源自于田丽初次向徐健讨债。第一笔债是根据田丽的要求，我通过添加赵月好友转到他账户的。从那之后，我和赵月时常联系。正是因为知道他的遭遇，我才会想到他。然而，我事先准备好的说辞，在见到赵月之后，统统没有用上。见到赵月的时候，他虚弱地躺在床上。他告诉我刚打完胎，并且确诊患上宫颈癌。听完他的事，我对田丽恨之入骨。可我心里清楚，这种事就算报警也无用。你恨田丽吗？我这样问赵月。原以为他这种软弱的性格需要我费很多口水说服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赵月不假思索地点头。恨，我恨不得拉着他一起下地狱。可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根本没有力气去实现。我现在唯一放不下的，只有小银铃。如果我死了，他可怎么办啊？田丽那种重男轻女的人渣，根本不会在乎小银铃，哪怕这是他的亲生女儿。这点我知道，赵月同样清楚，否则也不会一次次毫不顾及赵月的身体，强行拉她去人流。我会领养小银铃，将她视为己出，我永远忘不了当我说出这话后，赵月握着我手痛哭流涕的画面。所以当我说出计划后，赵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我将她送到医院，足足休养了1个星期。期间，小银铃一直是江玲在照顾，也是她代替我到公司上班。但是我也担心意外发生会连累到江玲，所以在7点5号这天，不顾江玲反对，我将她送上前往新疆的飞机。7点10号，
尽管赵月已经熟悉整个计划，可我还是在他出院的时候将那本《圣杯与剑》送给他。他笑着跟我说，这是他结婚6年来头一次收到礼物。我听得心酸，比起赵月，至少我还能多几分温暖。可他就像活在地狱，靠着药物维持赵月暂时恢复几分体能。他开始按照计划故意接近徐健。计划开始的那天，我不断喂食徐健药物，目的只有一个，不让这个人渣有玷污赵月的能力。7点18号是赵月第一次跟徐健约会。那天徐健从我这要走了1万块钱，而我为了照顾小银铃租下楼上的一个套房。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个套房会起到至关重要的帮助。7点20号我突然接到公司的通知，28号领团队前往天津出差的事情。当时我想过放弃这份工作，然而想到自己辛苦几年才爬到现在这个位置，如果放弃了，今后就算再找份同样的工作，一切也要重新开始积累，到时小银铃怎么办？可要是不放弃，出差时间又跟我的计划产生冲突。那几天我一直处于犹豫不决中，直至25号，江玲不告而来，让我产生了另一个想法。我将这边的事交给他处理，交代完每一步步骤后，我踏上天津的行程。出发之前，我特意一间化妆店买了科痣粘在脸上。8点2号，我回来了。我知道一切计划全部顺利完全，唯一脱离我掌控的是赵月的死。我完全没想到他会为了计划奉献出生命。见到他尸体的那一瞬间，我痛哭流涕。至于作案经过，和田丽讲述的完全一致。而我妹江玲在楼道遇见田丽，目的只有一个，激怒他。要想让一个本就愤怒的男人彻底失去理智，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。比如你老婆和徐健正在屋里疯狂，当时田丽听到这一句，就像发癫的野兽。江玲亲眼看到他进屋后直奔厨房，拿了一把水果刀。其实就算田丽最后没有动手，赵月也会完成这一个环节，因为他是我整个计划中的第2把刀。以上就是整个案件经过。我唯一欺骗许队的只有一点，那就是把被徐健和田丽欺辱的对象换成我自己。这件事除了我和妹妹江玲以外，另外2个知情人已经全死。出狱的这天，我和江玲带上小银铃，补了顿我错过的年夜饭，然后开启全新的生活。晚安。